大家好，歡迎大家來到原來如此。今天我們來分享的話題是華人基督徒的根本性誤區。很多華人基督徒在受洗進入教會以後，似乎很長一段時間並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裡，是應該好好的讀經禱告，還是積極的參與各項的事工，或者只是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做好，更或者不要那麼爱世界，每个人都应該傳福音，因為今天的基督徒好像都應該努力做傳道人。所以很多人一直在徘徊，他們止步不前，或者原地轉圈。然而很多年過去之後，熱情退卻了，教會成為了生活，生活似乎也離不開教會。教會到底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，還是社交最重要的一部分？好像也傻傻的分不清了。就好像很多人說的，當愛情久了以後，也說不清楚到底是愛情還是親情。所以基督徒與教會，基督徒與信仰，基督徒與神，到底應該是怎樣的關係呢？如何才能成為神眼中敬虔的基督徒呢？這好像是很多人都想知道卻又不知道的一個問題。其實在我們看來，太多人從一開始就錯了，可能是教會沒有教導，也可能是自己沒有留意去學習。總之有太多的基督徒，他們在認識神的這個方面上有着根本性的誤區。我們從前的節目中跟大家提到過，其實很多基督徒是把耶穌當成菩薩來拜的，因為拜拜這種傳統習慣在華人世界中已經有了悠久的歷史。華人傳統信仰是混亂的，不管是外來的佛教，還是本土的道教以及民間信仰，總之大部分人都相信舉頭三尺有神明，只不過這神明到底是什麼，似乎說不太清楚。當遇到危機的時候，都會呼求老天不公平，而這個老天在不同的信仰中也有着不同的解釋。比如民間信仰中的玉皇大帝，一貫道的無極老母，道教的三清祖師，佛教的釋迦牟尼。然而聰明的人都知道，這種人造的神明真的能夠讓人信服嗎？不管是用石頭、木頭、泥塑或者是金屬製造出來的一個塑像放在神龕之上，它就是萬物的主宰了嗎？好像有一點說不過去。所以在這個基礎上，民間信仰還有老天的概念，道教有道的概念，佛教有業的概念。總之給你一個說不清搞不明的東西，所以你不懂也就不能夠去反駁它。然而宗教畢竟是宗教，沒有宗教不是為了求財求平安的。人在世上的確有很多的苦難，幾乎沒有人會說自己一輩子都是開開心心快快樂樂的。所以苦難中的人願意去尋求到底怎樣才能脫離苦難。而面對苦難，通常只有兩種做法。一種做法就是所謂的消災免災，這個大家都明白，就是花錢積功德。人們希望用自己雙手拿出來的錢換取平安或者祝福。當然，有錢人可以這麼做，而沒錢的人又怎麼辦呢？如果沒錢，還想讓自己變得虔誠，那就只能變成一個苦行僧了。說服自己吃苦就是一種修行，苦難本身就是應該承受的。當然，從社會的角度來說，這兩種人都是很好的。有錢的願意付出，沒錢的也不嫉妒，這是很好的一種狀態。所以，這樣的一種世界觀在華人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礎。所以我們這個民族在世人看來是比較溫和不尚武的一個民族。
華人的勤勞是有目共睹的，而這種性格有時候也會成為我們信仰上的绊腳石。所以這就會產生華人基督徒一個根本性的誤區。首先，我們自身很清楚，人與神之間存在着本質上的区別，所以神應該是高高在上的，人則應該是卑微弱小的。如何的取悅於神靈，這是信徒最緊要的功課。在這樣的一種認知之下，華人基督徒也會習慣性地認為，事工開展好的教會一定是神所喜悅的教會，所以服侍神是一件榮耀的事情。哪怕教會安排你這一周拿着奉獻袋去收奉獻，這也是很好的服侍神的機會，這也是很榮耀的事情。的確有這樣的教会，在一場聚會中服侍的人員是相當多的，有領會，也就相當於聚會的主持人，然後有領詩，也就是敬拜的主唱，有專門的人在台上攻讀當天要分享的聖经經文，有講員和大家分享，也有专門的人為奉獻禱告，也有人下場收奉獻。如果那場聚會上有聖餐，還需要有人來服侍聖餐的相關事宜。最後還有人為了午餐謝飯禱告，加上樂團的服侍人員，聚會中參與服侍的人員是數量相當多的。當然，我並不是說這種方式不好，不同的教會自然有不同的聚會方式，有的參與服侍的人比較多，有的教會參與服侍的人相对就比較少。比如傳統的長老會聚會，他們的形式就沒有那麼花哨，參與服侍的人員也僅有司琴、領詩、講員。教會中除了聚會，還會開展很多的事工，這些方面更是需要更多的同工參與。但是你是否會發現一個問題？宗教聚會、宗教活動、慈善活動等等等等，如果真的從宗教的角度來看教會的话，基督教與其他的宗教真的有很大的不同嗎？從事工的角度上，基督教真的比其他的宗教就做得好嗎？我們在教會中会聽到有佛教徒轉而信從基督教的見證，但是在佛教徒中同樣有基督徒轉而信佛的見證。而那些轉而信佛的基督徒在評價自己從前的信仰，基督信仰的時候，也會是振振有詞的，他也有自己的一套道理。那麼我們基督徒都說我們的不是宗教，而是信仰，可是你又怎麼跟外人解釋我們如何就信仰而不是宗教了呢？所以我深刻地感受到，太多人從一開始了解基督教的時候就走錯了。當然，我們說有信仰總是好事，即便基督徒眼中錯謬的那些異教，也是教人向善，做一個好人。當信徒走進寺廟，寺廟裡各項的侍奉往往都是很積極的。曾經一個朋友提到自己的爺爺是佛教徒，其實自己的爺爺在家中是不怎麼操持家事的，但是只要聽到廟裡有什麼事情，那是相當的積極，甚至自己家裡的事情可以先放下不做，都要去廟裡幫忙。生活中一切的事项都是以廟裡為第一優先的。聽到這裡，很多基督徒是不是覺得有些汗顏呢？說實話，有多少基督徒會把教會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呢？放着自己家裡的事情不做，而去教会參與服事呢？這就是一種心態。當然，把神的事情、教會的事情放在首位總是好的，但是事情的關鍵在於你是出於什麼樣的心態，以及這種信仰對於你來說意味着什麼。
華人信徒的傳統觀念依然是一種宗教的世界觀。當我們覺得入教了，就應該參與各項的事工，有錢的出錢，有力的出力。總之自己能做什麼，這是重要的。佛教寺廟裡一扇窗一片瓦都是功德，只要你出錢了，你的名字就能夠寫在寺廟的牆上。似乎這就是一種認可。那麼如果沒有錢呢，就參與寺廟的服事，幫忙掃個地，搬個東西。先不說這些人是不是心中有所求，但起碼金錢或者勞動能夠換來他們自己的一種平安。他們心中覺得自己所做的这些都是為了神靈所做的。今天有多少華人基督徒也是這樣想的呢？他們認為基督教的神也是需要人來服侍的，所以在教會中能夠參與服侍神，那是榮幸，不管你做什麼。所以不管是奉獻還是各樣的事工，本質上這些人覺得我做這些事情是為了服侍神。加上很多教会的教導是，我們來到教會了，不要看人，而是要專注的看我們的神。所以你做事是為神而做。當然我們从前的節目中也提到過，有些人真的是為了取悅神，有些人則是覺得自己奉獻了或者勞動了，在神那裡可以被記上一筆。這是很多人的心態，而這種心態其實和異教徒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區別。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嘛。看看這麼多年在教會裡兢兢業業地做了這麼多的事情，比那些什麼都不做的信徒要好很多吧。這就是宗教化的基督信仰觀念。馬太福音20章28節，正如人子來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，並且要捨命做多人的贖價。今天的教會裡更多的是在傳講要服事神，我們是神的僕人，牧師傳道人是服事神的，教會同工是服事神的，信徒也要更多的參與服事神。但是聖經明明地告訴我們，神來到地上是來服事人的。牧師傳道當然是神的僕人，但是他們在教會中服事的对象是人。馬太福音25章40節，我實在地告訴你們，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了。我們在教會中服事的对象是人，我們的神是創造萬有的神，神不需要你為他做什麼，你也不能夠為神做什么。今天有太多人覺得自己是在服事神，而完全不在意神要不要你的服事。這是基督徒與其他宗教的本質上的區別。異教的核心往往都是他們的神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你的神，而基督教的核心是神能為我們做什麼。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，怎麼會是這樣的呢？我們在4福音書中，當耶穌來到人面前的時候，耶穌都是怎麼說的呢？馬可福音10章51節，耶穌說，要我為你做什麼？所以很多人禱告的方向都錯了，他們天天求神給自己能力，求神使用自己，希望自己能夠為神做些什麼。而神要聽的是，你希望我為你做些什麼呢？所以这是基督徒必須要明白的道理。神不需要你為他做些什麼，而是你真的需要神來為你做點什麼。很多人願意服侍神，一生都很辛苦，他們竭盡全力的在事工上耕耘，而他們可能從來都沒有想過，你才是那個神要最終拯救的人。你連自己都沒有打理好，
你又怎麼為神做事呢？只有把自己交托給神的人，才是能夠为神所用的。神很多时候是通過人來做事的，所以那些看起来在服侍神的人，事實上是神通過他們來服侍人。华人基督徒千萬不要覺得自己有奉獻，自己參與事工，就覺得自己是在服侍神了。神從來都不需要你來服侍。原來如此，我們下期見。